嗯。你先把衣服穿上吧。陈律师，你去哪啊？我要去上班，我快要迟到了。哎，10点多了，公司下班了，你去哪上班呢？真的吗？10点了。走了，走，回去我送你回去休息。嗯。坐。哎。我跟你说，喝多了酒就不要出去跑了，这么晚了，这样很危险。还有，原来工作是好事，但现在不是时候。和你说这些干什么？帮你脱衣服，睡觉了。哎，慢点。我现在扶你躺下，好不好？来，往下坐一点。你真好。早点睡吧。秦律师，秦律师，我要去工作，我的工作很重要。屋里有个男人就是不一样。怎么还睡地上了？谢谢。今天是工作日，为了不耽误你的工作，我尽量长话短说。秦律师，首先非常感激你能够提供这个场所给我居住。经过昨晚短暂的相处，
我觉得我们之间的合作，是不是应该速战速决？这一点，你同意吗？同意。哎呀，其实吧，我这个人一直都有，只要喝多了呢，就想要去上班这个臭毛病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的。其实你都不用管我，我一般出去走2步，我就躺在地上睡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你继续。其次呢，我跟你道个歉，昨晚在没有经过你同意的情况下，我跟你的同学兼二嫂进行了交流。虽然我开始以为没有什么不妥，但我觉得这件事也隐瞒不了多久了，所以你打算怎么杜绝世态蔓延？我觉得首先呢，我们可以把门上的密码给换了，这样这间屋子以后只有我跟你可以进来了，可以杜绝类似昨天那样的事情发生。密码我已经换了。那你做得很好。然后呢，我会去跟梅梅还有我公司的同事说，你已经结束了探亲休假，被调到玻利维亚去视察了，所以暂时你不用出现了。哎，你昨天拒绝加别人微信这件事情，你做得很好，给你点赞，盖个章。其实我这边都还好，短时间内你也不用再出现了。就是你那边是不是比较麻烦？鉴于你在洛薇玉兰这件事情上对我无私的帮助呢，我这里你还是可以继续住的，没有期限的。我答应你的事情不会变。其实呢，我这边也是很快就会在可控的范围之内，只不过可能需要再借助一下。但是在这期间，我会拟定一个合租协议，这样子对你我都有利，你觉得呢？你昨天买那些东西花了多少钱？我给你报销吧。没事没事，就当房租好了。别你这么穷。我的意思是我这个人不喜欢欠别人的，一码归一码，亲兄弟还明算账。哎，我还有什么事啊？你还买了一盆草啊？这是薄荷，能够清新空气，还能够调酒喝。原来薄荷是这样种的呀。薄荷的花语是什么呀？高尚的品德。一般花语不是都跟爱情有关吗？我查一下。我说是就是。我还说不是呢，装什么霸道总裁？薄荷的花语，永恒的爱情。看吧，都怪你尴尬了。我走了啊。那个新密码是000511。
啊？新密码是000511。哦，你的生日啊？我跟财神的生日。哦。金牛座，挺好的，适合你。我还有一件事。协议写好了，我就发给你。嗯。正好给你们相互介绍一下，他叫杨华，是我的男朋友。这位女士叫梅梅，是我的同学兼二嫂。二嫂好。别，我这头衔可不是随便乱叫的。你俩这感情还没有理清楚之前，叫我妹妹就行了。不是加班回不来吗？怎么的？一听说有人陪我喝酒，这麻利儿的就回来了。瞧你这一头汗。哎呀，我馋酒。你回来正好。刚才我们正聊到你们第一次见面，他说你俩是在北海道见的面。我怎么想想，那回陪你去北海道的人是我呀？哎呦喂，脏不脏啊？你这是，你呛着吧？哎，你行啊，金屋藏娇，2年一点风声都没有走漏，滴水不漏，姐服了。擦一下。我来吧。来，非常高兴认识杨华先生，然后也非常荣幸成为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知道你们这个秘密的人。虽然我也不是很清楚为啥你们谈个恋爱要搞得这么神神秘秘的，但我依然为你们高兴啊！哎，再微醺一下，祝贺你们找到彼此啊！杨华，从今以后，咱们呢就自己人了啊！咱们加个微信。不太方便。我没有冒犯的意思，就是我不太用微信，微信里面也只有不超过6个人。不超过6个，你蒙谁呢？不是吧？其实要不是因为电话和短信费用太贵，我应该也不会换智能手机，因为我觉得手机只需要用来打电话就够了。你没有朋友的？有啊，但是不需要社交软件上的好友数量来证明这一点。现今生活中有太多庞杂的信息和过度的社交，朋友圈呢也并不能够真正的体现出一个人真的生活状态。我也不需要靠对朋友生活的窥视来表达自己的关心。人之所以会焦虑，就是因为知道太多，想知道能知道的也太多。相比之下，我觉得无知反倒是一种快乐。在说什么呢？我觉得他说的对啊。对。你看，比如说你就是什么都想知道，什么都想管。你看，把我二哥管成什么样了？你还说你，怎么又说我来了？不是你接着说。你们听过6度分离理论吗？简单来说就是，你和任何一个陌生人之间间隔不会超过6个人，最多通过6个人就可以认识到任何一个人。所以呢，我会经常把我要交流的人严格控制在6个人之内，这样子我就可以省去很多不必要人际关系和社交麻烦。生活越简单，越不会有太多的烦恼。
牛肉可以吃。你吃这个，这个是猪肉。哎呀，哎呀，大师，我突然对你产生了一个好奇，你刚刚对什么如何把烦恼减少到最小很有自己的心得，是不是？那我请教你一个问题啊，你觉得这个人呐，他拥有多少财富，他就可以获得真正的快乐？哎，这个是肉不好吃还是酒不好喝？聊什么人生啊？都是两脚落地就开始摸爬滚打的人。别打岔，我就爱听他说话。你回答我啊4500，一个月只需要4500就可以生活得很幸福。在浦江4500，那房贷都不够还呢。贷款买房本身就是欲望膨胀的表现。一个人生活可以自己租房子，25平米足够了。25平米，那房租也得2000块吧？那还得中环以外的价格。合租更便宜。尽可能的少使用家电，比如说多看书，少看电视。书比电视更能够提供更多的独立思想。多运动，少上网，能够避免肥胖，提高免疫力，减少医疗开支。冰箱也是没有必要的，只会让你储存更多的食物，既不环保也不健康。还有空调更没有必要，我觉得人体本身就能够冷暖调节，所以还能减少碳排放。OK， 那衣服总要买的吧？时尚本身就是一种消费骗局，所谓的当季只不过是一种促销手法。我觉得一个人几套衣服完全能够应对春夏秋冬4季。好，那我问你饭吃不吃？我告诉你，现在菜可贵了啊！我满打满算给你一个人一个月吃1000块钱，绝对不多吧？太多了。有些人对食物的态度本身就有很大的问题，浪费的永远比吃的多。健康的饮食根本不需要每天有那么多花样，一份番茄炒蛋，一份鸡胸肉或者鱼排，一份青菜豆腐汤，一份米饭，维生素、蛋白质、碳水化合物都有。以上全部加起来，一个月还不到3000块钱，才剩500一个月。这么说，我还剩1000可以应对突发事件。你等会儿，你都省吃俭用成这样了，你还每个月花500块钱供财神爷？财神是他的乌龟。他养宠物还？大师，你不会现在就过着这样的日子吧？那倒没有，这是我追求和向往的生活，只可惜现在还没有达到，还需要更努力。您都这退休生活了，还努什么力呀？不是，你这不行，你这怎么谈恋爱？你还结不结婚了你？结婚我觉得也是可以，是没有必要的。小坏蛋。现在就剩咱俩了，说吧。说什么呀？比你小多少岁？你怎么这么八卦呀？你今天还必须把话跟我说清楚了。大哥28。28？嗯。花样年华。哎，行，你真的完全让我再次相信，能流传下来的话，它都是有道理的。只要肯努力，你永远有的选。所以要加油呀！